讲述财经故事，分享财税知识。各位好，今天的视频是关于比特币的。首先是免责声明，如果你观看本期视频，等同于你同意以下声明内容。比特币诞生于2009年，有人称其为继互联网后最伟大的发明。说起比特币，有一个币圈人永远也忘不了的典故。2010年5月，一位程序员用1万个比特币买了2个大披萨。在他购买时，1万个比特币值大约30到40美金。今天，按照比特币现价26500计算，这2个披萨花费了2.65亿美金，当之无愧世界上最贵的披萨，没有之一了。今年又是比特币的牛市，导致很多人又开始关注比特币投资。可是直接投资比特币，选择交易平台、转账、交易、冷钱包、热钱包等等概念让人头晕目眩。如果并不想持有比特币，只是看好并想吃一波上涨红利，推荐大家考虑 Grayscale 灰度公司的比特币 ETF， 代号 GBTC， 有股票交易账户就可以简单买卖了。今天想聊这个话题，是因为最近我分别在2个券商都试了购买 GBTC， 操作简单，所以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。本视频纯属交易体验和观点分享，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。比特币投资的风险大，强烈建议大家要充分考虑和评估风险，一定要在自己风险承受范围之内理性开仓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券商 IB 的交易记录。我在11月25日购买一手 GBTC， 12月17日卖出，3周获利 39%。 然而这个钱并不是赚得一帆风顺的，我买后 GBTC 就跌了 20%， 后来又涨上去，后来在利润 39% 的时候落袋为安，妥妥玩了一把过山车。我在另外一家券商 Questrade 也成功的开仓了一手 GBTC， 成本也杀杀，目前继续持有中。为什么会尝试做比特币交易呢？大家知道我是一名理财顾问，我自己也做基金、股票和期权交易，广泛接触金融投资产品。比特币虽然有人将其定义为新兴货币资产，但是我觉得目前还应该归于另类投资，因此也比较谨慎。对比特币的看法，我本人也是参考一些币圈专业人士和投资机构的看法，在不断的学习和调整中。这是著名的女股神公司 ARK 的比特币白皮书，认为比特币是继黄金后最权威的货币资产，在未来5到10年内会上涨5到25倍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其官网阅读全文。这是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作者 Robert Kiyosaki 今年7月在福布斯发表的观点。他认为比特币的时代来临了，地产和黄金都过时了。所以说，比特币被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达人接受和认可。再说说 Grayscale 灰度这家公司，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数字货币托管机构，目前持有占总量约 2% 的比特币，也是持有比特币最多的机构。GBTC 自2013年成立以来到2020年11月底，已经上涨了近129倍。那么到现在12月底，这个数字就更大了，可以说是灰度公司最耀眼的一颗星星。这个是 GBTC 和比特币的价格对比图，浅蓝色的线价格比较高的就是 GBTC 了，深蓝色的是比特币 BTC。 也就是说 GBTC 对比特币是有溢价的，2根线越接近表示溢价越小，相反则表示溢价越大。2017年那波牛市中，溢价曾一度高达 90%， 现在溢价在 30% 左右。可以预见，如果遇上大行情，投资 GBTC 可以吃到双重利润，标的物的价格上涨和溢价上涨。当然，如果下跌，风险也可能加大。我们今天的重点呢，不是分析讨论未来走势，而是和大家介绍 GBTC 交易。GBTC 今年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注册，成为了首个向 SEC 报告的数字货币投资工具。合规性呢，也打开了机构投资者通往加密货币市场的大门。在2020年的前3个季度，有超过25亿美金的资金流入了 Grayscale 灰度公司。
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保险公司 MassMutual 也为投资账户购买了价值1亿美元的比特币。这同样是加密货币的里程碑事件。如果保险公司都投资比特币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这个利好消息也将带动大资金的流入。这是2020年3季度的投资报告，可以看出主要投资者是机构，占比 84%， 包括对冲基金、私募基金、养老金等，因为他们避开了直接投资比特币的繁琐的监管要求，也不需要担心存储和丢失比特币的风险。而对于散户投资者也是同理，投资 GBTC 比特币 ETF 和股票交易是一样的方法，简单便利容易上手，避免了加密货币投资的繁琐、保存不当和丢失的风险，报税麻烦的问题，牛市还可能有更好的收益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，比特币呢是24×7的交易时间，而 GBTC 呢它会开市和休市，交易时间和股市一样。另外，我想送出一个福利，我目前在加拿大，佣金最低的券商应该就是 IB 了。我在 IB 账户买一手 GBTC， 3周后卖出，交易和股票一样简单，交易费用大约买卖各1亿美金。之所以 Questrade 的没有卖，是我想中长期持有。另外 Questrade 的手续费是 4.95 每个 trade， 也就是买卖一下就是 9.9， 我认为比较贵，所以里面的股票也很少操作。我半年前开 IB 账户的时候，市面上并没有任何的活动 promotion， 但是现在 IB 可以让我推荐开户，最多能够给开户人价值1000美元的股票。估计呢，这个1000美金需要达到一定的资金量和交易量，具体要求感兴趣的可以自行研究。总之，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 deal， 好像比其他券商的优惠来得更猛烈些。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开户，但是开户名额有限制，最多是30人，所以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抓紧了。长期来说，由于其稀缺性和先驱优势，我对比特币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。也正是因为有此看法，才决定出这期视频。等真的比特币有哪天站上10万美元的时候，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吧。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启发，请给我点个赞。如果你对投资和理财的话题感兴趣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领略资本的魅力。